好，明天晚上再来哈。里面保重身体，保重身体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哈，拜拜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散装草台班长的散装小王。我们在重庆江北机场，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。爸妈来送机，一路上他们什么都没说，但一到机场就开始各种叮嘱：护照放哪儿啊？手机充电宝有没有带啊？回去记得注意身体啊！我们提着箱子往登机口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下，爸妈站在原地没动，就像当年送我出国那一幕。只不过那时候我是22岁，觉得世界都是我的年轻人，现在是拖家带口寻找生命平衡意义的40岁的中年人，一个在异国他乡缴税、搬家、养娃、修水管的中年人。小时候我以为回家是一个空间概念，是楼下拐角的各种小吃店，是妈妈每天喊我吃饭的声音。现在我知道，回家是一场时间的回溯，是你走了很远很远以后，才知道原点有多温柔。这次回重庆，见了爸妈，见了好久不见的亲戚，也见了许多朋友。我妈还是像我记忆里的样子，做饭前要问我想吃什么，水果一刀一刀削得干干净净，还要嘱咐我多穿点，少熬夜，别老盯着手机。她总觉得我在外面什么都不太会照顾自己，虽然我自己也是2个娃的妈了。我爸话不多，但一定要拉我坐下，从邻居新闻聊到国际局势，像是这些年憋了太多话没机会说。我们一边啃西瓜，他一边说：“你看现在那个啥啥啥又干了啥？”我笑着点头，觉得这种天南海北、漫无边际的聊天，比任何“你过得还好吗”都更让我安心。他们不问我工作顺不顺，生活累不累，但一饭一茶、一言一语，都是在表达最深层的关心。这次见到的朋友，大多数也是10多年没见了，可见面以后完全没有那种多年不见该说点什么的尴尬，反而像从昨天晚上刚喝完酒，今天继续续摊儿一样。我们边吃边聊，从学生时代聊到现在工作、家庭，从当年偷偷出去玩被老师抓，到现在要劝自己的小孩别老看手机。很多东西都变了，可友情这件事情好像没怎么被时间打磨，甚至连笑点还是当年的那些。暑假呀，暑假应该是，他5月底就放了。没早放了啊，放到8月底。3月。重庆这座城市还是那个重庆，热闹喧嚣，带点急躁，又烟火气十足。我们吃了好多顿小面，每次都觉得是最满足的一餐，结果下一碗更香。白天车水马龙，晚上灯火通明，你可以在各种网红打卡点看见乐此不疲照相的人群，也可以找个小时候常走的巷哈，重温一下旧时的场景。我们在来福士的云端之眼走了一圈，高楼外面的玻璃栈道，风吹得人直发抖，但看着脚下的两江交汇，整个城市像一幅展开的巨画，你会觉得太值了。去了动物园，看了熊猫，它们懒洋洋地吃着竹子，像极了周末的我。在长江边散了步，风吹得很舒服。说实话，重庆的江风不太文艺，吹起来不温柔，是那种醒醒别装深沉了的江风，但也正是这股劲儿才是重庆。晚上坐两江游船的时候，看着这8地的夜景，城市灯光像银河洒在水面上，那一瞬间我特别想把时间按下暂停键。重庆不仅热闹，它还讲究一个快字。有一晚，小朋友突然想吃麦当劳了，随便点了个外卖，结果20分钟就送来了，没有运费，更别提小费。我调侃说，这效率美国10年都修不出来。另外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医院抽血，我这种心血管体质，在美国每次抽血，护士都要左手右手的摸半天，针头怼进去了，还得来回在肉里面尝试，最后经常抽不出来。我印象最深一次是在亚特兰大，一位护士花了30分钟，最后不得不换人上场。而这次在重庆，我一坐下，护士看了一眼说可以，然后动作麻利，6管血，2分钟结束收工，没有多余的话，没有犹豫的手势，就像是从小就知道我这根血管长什么样一样。我们经常感慨，这就是一种生活本能。在重庆，大家已经练就了效率至上的生存能力，从医疗到交通，从吃饭到快递，无一不是分秒必争，
但又并不急躁，因为他们知道快只是方法，生活依然是要慢慢过的。有人说，离开家久了，家就只剩地址了。我不信，我觉得家是那些你回头就能拥抱的人，是那碗你不说加辣，老板都知道你口味的小面，是朋友隔了10年再见，还是会叫你小名，是你妈带你去剪头发的时候，还是要提醒理发师剪短点，晚9点。家是重庆，是烟火气，是火锅，是夜色，是热闹背后的静好。我知道我们还会再回去，但也知道每一次离开，心里都会有点不舍。这3周有点像一次生活的充电，每一个片段，每一声重庆话，每一次新人的拥抱，每一次饭桌上的碰杯，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被回放出来。回来以后，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奔跑。但我知道，在未来某一个累了的夜晚，我会翻开这些视频，这些照片，听见自己在重庆笑得那么大声，听见朋友说，我们活着的意义不只是为了前方的目标，也是为了这些温柔的、值得怀念的后方。我们是为了一次次回头张望，有家可归。重庆，再见啦！写了一首打油诗，来贺苏东坡的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重庆话版本：5点闹钟开始昂，梦醒返家是刚刚。吃饭睡觉养猫猫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谢谢。